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25号。昨天比特币的视频在结尾的时候是有跟大家提到一个重点，就周线图里面比特币目前的位置跟2015年当时比特币周线的底部是非常的像啊，因为三个红柱的分子都是在缩小的一个结构。那今天再来聊一下狗狗币周线里面有没有这种迹象，或者是狗狗币长线的一些指标有没有走好的迹象，以及这一个位置，我之前是跟大家估计，像这一波利好的拉升，有这种1倍或者是甚至2倍的拉升，跟20年底部当时拉升以后，后面它的走势是怎么慢慢走出去的？哪一些指标是不断的在这种震荡整理区开始慢慢走好的？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以及比特币短期的一些指标有没有走好的迹象，短线有没有可能会形成突破？以及18000到底有多重要，也是4个小时里面 Vegas 指标我们要留意的重点啊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1000点点注册 ，BNOK 返佣20%，或者是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千人的身份认证 ，BN 转 BN，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已经讲了几天哦，就是这一波下跌的空间，我感觉在这个位置都是相对比较适合可以买，因为我当时是在这个位置买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主要是怎么买，就是你明显的留意一下这一波下跌的通道，如果从这个低点连到这个低点，它是很明显的一个下跌通道，有破这种通道下边缘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恐慌位置，而且是像这种爆大长 K 的时候下跌的低点，破这种通道下边的时候，你如果要降长线的成本，我交代了大家这一个方法，前几天视频你再去看。就是这种位置你要买的话，短线你仓位可以速度快一点，或者是接近这种压力区或者是通道一半的时候买。但是这一次又不同了，因为比特币前面是相对比较强势的一根多方吞噬，然后这个狗狗币现在也跟上来，把这整个通道感觉是上边缘都有一点被动横盘来突破。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是，你短线的投资者不要看这个通道了，现在就看横向的这个通道。就是上面的这一个 0.08 的压力区，也是这一根 K 线的一半位置。就是超短线上，你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卖点或者是空点。你如果低点要买的话，等这种位置再看要不要抛掉，这样子可以降长线的一个成本，这是一个手法。那还有一个压力位是跟大家讲的，就是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附近，你去观察一下，还是在这个位置有一点压力区哦。那另外下方的支撑其实就是这个 0.073， 这个 0.073 还有一个支撑位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长线的一些指标，就是因为欧美那边的主力很看重的一个200的均线也是在这个位置哦，而且这个200的均线我今天早上有计算了一下，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，如果从今天开始算，它现在200天的成本是在这一个位置啊，马上也要来到这个地位去，所以200的均线，现在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它已经开始走平，没有在下弯。比特币那边是还在下弯，但是200的均线，如果是下一步来到低位，只要狗狗币没有再下去，当然它要下去也是不排除哦。如果是重新回到这个区间，那我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在6月份到10月份整个底部区间的时候，一直在跟大家讲。狗狗币不一定会跌得下去哦，你拉长时间来观察的话，去年3月份它是怎么上去的？它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很长的中线整理区，就是前面拉上去以后，这边既然是判断主力的洗盘成本区，你拉一条直线过去，就是因为5到6月份的整个区间是一直在守去年的这一个区间，它拉上去的时候空间这么大，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主力的洗盘成本区。这一次熊市的低点，这个位置能破吗？我到现在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它也不一定会重新回到 0.05 如果能回到 0.06， 我的观点是你有资金也应该要选择站在买方。如果真的是再破了这个局限，我的观点是还要站在买方，因为有哪一些原因啊？昨天的视频你如果有看的话，周线你认真去观察一下它的 MACD 指标。比特币是这种情况，那狗狗币也是这种情况。比如说这一波下跌，红柱是最大的，然后这边是相对比较小。当然这个位置我也没有细心去观察，感觉是比这个位置，也是要缩小。然后这一次在破低的时候，这个红柱其实是继续在缩小。那日线里面还有哪一些指标
有走好的迹象，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你去观察一下整个狗狗币的熊市，什么时候有看到这一个白色的、灰色的100MA 有穿过这条蓝色的200MA， 这也是欧美长线的一些主力相对比较看重的2条均线组。那我前面是跟大家聊这个区间上去，有可能还会压回，它类似，比如说20年当时的几个位置哦，我是把这个位置给它否定掉，它也是接近1倍的拉升，不会再破这么低。那后面是跟大家讲，有可能会类似这一个位置啊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当时狗狗币在低点的时候，它也是从来都没有把这一条灰色的线金叉到这一条蓝色的200MA 上方，就是这个位置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利好，整个狗狗币是涨的也是1倍到2倍哦。那它后面是把均线，就是这一条100MA 是给它走成多方排列的结构，但是在这个位置整理的一个区间还会再挖坑，所以我们观察一下目前这边的一个时间，你从这个高点拉过去，就是从它金叉的位置开始观察，到这个位置感觉要突破的位置，感觉也是有接近150天啊。所以目前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从这个位置金叉开始计算，你拉一个时间过去，从这一个金叉的位置，它如果在这一个 0.5 到 0.6 的上方要继续洗盘震荡，有没有可能时间会不会拉长到140根左右，到明年的3月份或者是4月份，有没有可能狗狗币调整会结束，然后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？当然这也要看大盘啊，大盘那我跟大家聊一下，目前大盘的整个长线，就是因为它的100MA 跟200MA 目前还没有走成金叉的结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历史上牛市的时候它都是这样子啊，你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比如说疫情爆发以后，它后面价格重新站上这个100跟200MA， 后面整波牛市在上涨的时候就是这一个100的 MA 跟200的 MA， 它就是一个多方排列结构。这种上涨的话你怎么买，就算现货短期买的话有可能会被套，最终还是会上去啊，因为它整个趋势都是向上的。然后短线的一些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它的几条均线组啊，日线它的100跟200MA 目前是没有走成一个多方排列的结构，但是我们细心观察一下4个小时这一波自15000开始，它这边也是慢慢的把就是在这整个区间把这一个100的 MA 走成一个金叉的结构，穿过了这一条200的 MA， 所以现在压回来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震荡到位？我的观点是，既然4个小时已经走了2个多方抵抗的 K 线组，多方的吞噬，这边是一个呈现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它目前整理的结构是不是属于强势的结构？前几天有跟大家讲，这一根多方的吞噬，你在这个收盘的高位去观察，它这边整理的时候是强势的结构，而且挖坑只有2根，第3根马上收上去。那收上去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结构？你再去观察一下，它是不是，如果我们以这一根呈现的 K 线来对待的话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强势整理的结构？它是一直在这一根 K 线的上沿去整理啊，而且盘中就算是有略微的跌破，也是马上就收进去，或者是这边感觉是要破位，马上又来了一个很短的一个多方吞噬，现在还是在这个上沿，所以从整理的结构来观察，它是一直在这一根 K 线的强势结构，或者是这一根 K 线的强势整理结构。那既然短线是强势的情况下，有没有可能整理到位会往上去突破？你就要观察整个4个小时里面中线的趋势，它目前是有一个金叉的结构，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是会往上突破。那至于往上突破关键点位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？你要去留意一下这个 Vegas 4个小时里面也是很重要，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，就是现在的一个中线的整个4个小时的成本，144感觉是短期就压在头上，当然能不能过，有可能略微来一点量能它就过了。过的情况下，那上一次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，很多市场是预期是利好，我是跟大家讲，你在18000不能追，就是因为这一个576跟676的通道，它目前还是压在头上，所以整波走势，那你再观察一下576跟676的通道，其实就是在这一个18000附近的这一个低位的成本区。那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去挑战？包括周线的指标，昨天已经跟大家聊了，有可能15000真的就是一个底部。那如果这一波
像这么空头的一个走势，什么时候有见过4个小时的 Vegas 有走过一个正式的金叉的行情？这个位置是没有成功啊。那所以这次15000到底是不是时间整理到，会不会走成一个金叉的走势，就是重点你要去观察。18000过的话，有可能真的会有一波相对比较小的一波牛市，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可能再压回。大致一个思路就是这样子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